嗨，欢迎来到扭转乾坤，一个让你看透股市的频道。这里我们将为你讲解马股的大小事。上一支影片我们做了Lagenda的分析，谈论了这家潜质型房地产股的前景。那么今天我们来聊聊一家我们在童年与现在都会吃到他们家产品的食品公司。之后再看看他们的公司有多稳，还有未来的发展前景。开始前，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记得订阅、点赞、分享并打开小铃铛哦。首先，你们对这家公司出产的产品肯定不陌生吧？是不是小时候每次去超市都会吵着妈妈给你买，或者是小学、中学下课时最爱的零食呢？尤其是他们的 Lot 100 Fruity Gummy，100%本地生产，又酸又甜又有弹性的软糖。那么你们有没有曾想过，其实这些零食都是出自一家上市公司的呢？而且他们的故事的源头还是从两位兄弟在巴生谷一带卖炸香蕉干片和零食开始说起。这让小编想起老家的凯瑞大哥告诉我，pemikiran goreng pisang 也是一项有利可图的生意。之后两个兄弟的小生意也陆陆续续有其他兄弟加入，直到成为一个9兄弟的联盟。之后，他们也靠生产 Coco Jelly 获得成功。此外，也陆续出口到外国，并继续研发出来许多知名的零食与饼干。例如就有 Lot 100水果糖，这肯定是很多人的童年。Coco Pie 中学食堂的饼干， Coco Jelly 五颜六色的巧克力糖， Fruit Ten 相信大多数人都很喜欢它的 Aloe Vera Apple Juice， 还有罗冻薯条 Mum's Bake Choco Chip 等等。如果荧幕前的哪一位没有吃过或者看过这些食品，请在留言区告诉小编，因为小编我不相信。那么说到这里，它到底是哪家公司呢？它就是 Cocoland Berhad， 名字是不是很梦幻呢？那么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Cocoland 主要是分为两个业务，一个是制造业务，也就是 manufacturing， 主要是生产一些软糖和食品，而第二项业务就是贸易业务 trading。这个业务主要是批发他们自家生产的食品。接下来我们就先来看看他们这个季度的业绩如何。首先我们看到他们这个季度的收入是 56.1 个 million， 也就是比上个季度的 48.6 个 million 增长了 7.5 个 million， 也就是 15%。而盈利方面也从上个季度的 3.5 个 million 增长到了这个季度的 7.3 个 million， 也就是 108%。盈利率也开始回调到新冠肺炎之前的高度，这个季度是 13%。 从以上的表现可以看到 Cocoland 这个季度是有在复苏的蛮不错的。那么他们在这个季度的 manufacturing 制造业比起去年同个季度贡献的 15.7 个 million 是有增长到 20.3 个 million， 这是因为外包品牌生产的软糖 Contract Manufactured Gummy 的收入在持续保持强劲的同时，自家生产的威化饼 Waffle 和可可派 Coco Pie 的营业额及需求量也有明显的增长。而贸易 trading 方面则是出现萎缩，因为这个贸易收入下滑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原本有做自家品牌的软糖出口给很多国家，就比如说越南、中国、韩国和香港等等，但是却因为新冠肺炎的打击，出口量则减少了。此外，他们的季报中也有说到，现在新冠肺炎人们的喜好也从糖果转换到饼干身上，因此虽然糖果的销量减少了，还有饼干可以做扶持。那么之后在他们的季报中其实可以看到一个很良好的迹象，就是他们开始扩张及增加公司资本开销的力度了。我们可以从他们的 cash flow statement 看到，他们花了20个 million 在做扩张，也就是 purchase of 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 而这个20 million 的扩张就已经等于前4年度的扩张资金总额。据小编了解，他们在 Rawang 工业区新建立的一家占地 2.6 英亩的 Gummy 软糖新工厂已经完工，可以开始启用了，而且估计未来还会用20个 million 在扩张机械方面，这肯定会在未来增加他们的产量，并且进一步扩张他们的盈利。那么此外，我们来看看他们的客户都分布在哪一些国家。马来西亚在过去的12个月的收入其实只占了总收入的 46% 而已，而另一半的收入则是来自海外，其中东亚地区就占了 22%， 东南亚占了 15.7% 和中东占了 13.3%。而 Cocoland 能够打入及
成功在以穆斯林为主的中东地区站稳脚步的原因之一，就是除了优越的竞争产品之外，它的大部分所生产的优良产品都获得及拥有清真认证，也就是 Halal Certification。 他们的客户群基本上遍布全亚洲，由此可见 Cocoland 的产品受到大众青睐，而这带来的好处就是他们的客户分散而且多元，不必担心过多的依赖单一客户，因此风险大大降低。那么至于他们的 non-current asset， 也就是他们的工厂，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大多数都是建在马来西亚，所以疫情 MCO 对他们的打击是很必然的，因为在 MCO 期间，政府只允许他们以 50% 的总人力资源来营业，也就是 60% 在 Gami 软糖和 30% 在其他的生产线上。那么这家公司到底有什么特长呢？这里就让小编带你们来看看。首先Cocoland 自从2013年开始就一直处于净现金 net cash 的状态。当你们看到它的 balance sheet， 不要只是看到它的 cash and cash balance 只有区区的15个 million， 因为你们不要忘记 Cocoland 有着庞大的 76.8 个 million 的 fixed deposit， 肯定是称得上稳稳的现金储备。而且在当今疫情肆虐的欺凌经济状况之下， Cocoland 在2020年第3个季度的现金储备竟然高达 92.3 个 million， 创下历史新高的记录。那么除了现金流之外，还有什么是引人注目的呢？那就是它的 dividend payout ratio。Cocoland 历年的平均 dividend payout ratio 都在 68% 左右，也就是公司的净利中的 68% 都会拿出来派股东，可谓是良心企业。说完了公司的特点，我们就来看看 Cocoland 对未来的展望是如何呢？首先，公司集团提到，他们是以一个谨慎但是乐观的情况面对他们的海外市场，因为他们的几个海外客户，比如说中国、越南，都以成功的防疫措施成功避开了疫情带来的经济下滑，所以相信未来海外市场不会有很大的萎缩。另外，在扩张方面，他们表示他们会继续通过成本合理化来提高他们的营运效率，而且他们也在积极的寻找收购和合并与开拓新的市场，以及提高与客户友好关系，以达到研发更创新的产品，来维持公司对未来的展望。那么在他们的股权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截至2020年5月29号，他们刘氏家族作为创办人，通过 Leverage Success Sdn Bhd 拥有 38% 的股权，而第二大股权则是由 F&N Holding Berhad 这家家喻户晓的食品大咖持有 27%， 而且 F&N 已经持股 Cocoland 10多年，可见得 Cocoland 在食品界有着老大撑腰，非同小可。此外，散户的持股量也只有大约 7%， 也就是其实大多数的股票都是由基金和大户持有。那么之后的小篇的感想就是，这是一家稳稳赚钱的公司，但是这一次有别以往的就是他们开始扩张了，这是一个很好的迹象，就像万年船要开始扬帆起航的感觉。此外，疫情之后，相信他们的收入和盈利将会回到疫情前的水平，如果再加上扩张的话，相信只会更高。毕竟糖果、饼干这一类的食品是不会被时代淘汰的东西，正所谓民以食为天，而且他们也有在做创新。据小编的了解，公司的老板也有在积极的寻找新的合作伙伴，以开拓更多市场。而且股息收益率方面，以现在的盈利和1令吉69仙的股息都有 4.73%。至于他们的股价方面，就好像他们出名的软糖一样，一会儿酸一会儿甜。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自从新冠肺炎开始，他们的股价就从2令吉开始下滑，然后更在去年3月 MCO 时跌入了谷底的1令吉40仙，但是 MCO 解封后也反弹到了最高的1令吉95仙，但是由于疫情的反复，现在股价暂时是停留在1令吉69仙的 support， 也就是支撑点。相信这个支撑点会是一个很强的支撑点，因为去年也没有跌破1令吉60仙，而今年的情况并没有去年糟糕，
因为国外很多地方都没有之前应付新冠肺炎的慌乱，而且马来西亚的 MCO 也比之前松懈，所以只要之后大家的生活恢复正常， Cocoland 可以继续出口，再加上扩张，相信之后的股价肯定会跟上复苏的脚步。此外 ，Cocoland 从2020年9月份开始，就有不断的以细水长流的方式，陆陆续续的在股票交易中收购自家公司的股票。但是他们并没有大笔的疯狂回购自身股票，从而抬高股价。由此看来，他们的领导层的意愿是不是想向市场传达一个明确的讯息，那就是 Cocoland 现有的股价低估了公司的潜能与期待价值呢？那么大家觉得 Cocoland 这种稳扎稳打又定期派发股息的食品公司能不能吸引到你们的青睐呢？可以到留言区告诉小编哦。下期更精彩，请敬请期待，谢谢大家的收看。